据外交部网站消息，2月27号，中美进行了新一轮外交政策磋商。与此同时，2月29号，由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率领的美国商会代表团也进入访华第3天。观察指出，中美多层级接触正在逐步重启，多领域交流也正在逐步升温，但美方也小动作不断。拜登总统日前就再签署一项针对中国企业的行政令，宣称要限制敏感信息流入对手国家。2月27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规划司司长苗德宇在上海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艾哈迈德举行新一轮中美外交政策磋商。外交部消息称，双方重点就各自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形势、地区热点问题等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上一次中美外交政策磋商于去年11月1号在维也纳举行，被认为是为半个月后的11月15号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做准备，而此轮磋商也被视为落实中美元首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由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率领的美国商会代表团，目前正在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国务院总理李强2月28号在京会见访华团时指出，加强经贸合作对两国是双赢，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29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美国商会访华团，双方认为中美经贸关系至关重要，应通过沟通对话增进了解，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美国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联合会组织，成立于1912年，总部位于华盛顿。商会代表超过300万家不同规模、行业和地区的美国企业和贸易协会，其运营团队由多位政策专家、游说家和律师组成。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商会组团访华，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持续回暖。在这次访华期间，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克拉克也多次强调了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他强调，美国商会愿继续发挥自身作用，支持美国企业在华兴业，持续深化两国工商界务实交流，推动美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在美国商会组团访华期间，华南美国商会也发布了2024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报告指出，86%的受访企业表示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撤离中国市场，44%的受访企业对未来1年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相较2022年上升17%，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不过，值得警惕的是，美方也小动作不断。据美媒报道，拜登在2月28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向中国等对手国家出售所谓美国敏感数据，限制内容包括美国人的基因组、生物识别、个人健康、地理位置，以及涵盖财务信息和其他可能识别出个人身份的信息数据，以及与美国政府有关的敏感信息。对于拜登政府的这项行政令，有美国商界人士担忧，将数据传输与国家安全进行关联，将导致很多业务难以进行。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全球政策高级副总裁亚伦·库珀就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行政令应着重解决真正的国安问题，而不是宽泛地打击合法的商业和科研活动，这将导致意外后果。实际上，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早在2020年9月，中方就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美方谬论，并表示，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数据安全，可以公开支持中国这一倡议，或者做出类似的承诺。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切实维护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与各方共同制定普遍性的数据安全规则，促进全球数据有序、自由流动。29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2023年国务院各部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有关情况。全国持有社保卡的人数达到13.8亿人，2023年全年提供服务151亿人次。
国务院新闻办介绍，2023年国务院各部门共承办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人大代表建议7955件，政协提案452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95.7%、96.5%，已全部按时办结。工信部表示，去年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290余条，出台政策措施96项，推动了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我们认真研究并吸纳采纳代表所提的意见建议，从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积极推动落实等方面持续用力，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提升。那么一批短板弱项实现突破，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对于驾驶新能源车跑长途如何保障充电的问题，交通运输部介绍，截至2023年底，公路沿线累计建成充电桩2.1万个。2024年将持续推动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新增公路服务区充电桩3000个，充电停车位5000个。鼓励在服务区建设超快充、大功率充电设施。人社部介绍，截至今年1月底，全国持有社保卡的人数达13.8亿人，2023年全年提供服务151亿人次。今年要加快社保卡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积极拓展政务服务、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领域一卡通应用。下一步呢，我们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做实做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持续深化省级一卡通，大力推进区域一卡通，逐步实现全国一卡通，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广泛的服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9号在莫斯科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这是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元首第19次发表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内容涉及家庭发展、提高居民收入、人口增长以及应对制裁、俄乌冲突等。俄乌冲突刚刚步入第3年，俄罗斯大选也将于3月15号至17号举行。在此背景下，普京此次发布的国情咨文备受外界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重点谈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他表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以结束战斗行动，完成特别行动的所有任务。俄武装力量获得了巨大的战线上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已经表达了不止一次的，我们将会采取一切的努力，让这个不是我们开始的战争能够尽早的结束。普京还透露了该国先进武器的研发进展。他强调，锆石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都已经投入实战。最新型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萨尔马特也已交付，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武器系统的测试工作即将完成。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超声音的这个匕首这个火箭系统，不仅仅已经开始生产了，已经这个提供了给军队，而且已经开始使用了。还有在2018年的国情咨文里面，我们曾经根本就只字未提到的一个锆石号，这个火箭，当时根本就没有提到，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普京还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他还说，西方国家称俄罗斯打算在太空部署核武器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他指责美国一边试图让俄方在战场遭到战略失败，一边称准备与俄方讨论战略安全问题，这是虚伪行为。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做这个战略稳定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家要看清楚，我们的对方是谁，就是和我们直接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我指的是美国，美国他公开的和我们敌对，而且要在战场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这是他们公开的说的。普京称，美国的行为造成欧洲安全体系被破坏，这对所有国家造成了风险。在此背景下，必须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欧亚地区打造平等的、安全不可分割的新安全框架。俄方将就这一话题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和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
经济也是俄罗斯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世界4大经济体之一。俄罗斯经济正在转型，转向基于技术和降低对资源的依赖。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俄罗斯宪法，该国国家元首有向联邦会议发表关于国家局势、国内和外交政策主要方向年度信息的责任，这就是国情咨文。咨文具有建议性，不具法律效力，但近年来已具有立法倡议的性质。它们包括国家元首对政府的具体指示。整个2024年，俄罗斯国情咨文可以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从这个普京所做的这个2024年国情咨文，我们可以透视到整个普京下一轮执政的一些执政的方针和计划，以及对于整个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一些愿景。当地时间2月27号，在美国大选中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密歇根州，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赢得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内初选，但美国舆论仍认为两人的选情不乐观。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将从3月2号开始面临部分关门。尽管危机在即，但两党仍然在有关乌克兰和边境问题上各说各话，不肯妥协。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进行了年度常规体检后，白宫于2月28号公布了结果，称拜登是一位健康强健的81岁老人。在体检后的采访中，拜登还开玩笑说，医生夸赞他看上去太年轻了。拜登的医生奥康纳在新闻稿中表示，拜登仍适合履行职责。虽然拜登的步态仍然僵硬，但自去年以来并未恶化，关节炎仍然是中度至重度水平，但没有到神经根受压严重需要特殊治疗的程度。出生于1942年的拜登今年将满82岁，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若竞选连任成功，他将以86岁高龄完成第2任期。虽然白宫公布了他的年度体检结果，但美国媒体对此不满意，指出没有涉及选民最为关注的认知能力方面的情况。The president doesn't need a cognitive test. That is not my assessment. That is not my assessment. That is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esident's doctor. That is also the assessment of the neurologist. He passes a cognitive test every day. 实际上，从上一次美国大选期间，美国舆论就高度关注所谓瞌睡桥的问题，现在进而演变成要求彻查拜登的认知能力现状。有媒体指出，虽然以一个80旬高龄的老人来说，拜登是健康的，但作为总统，他显然在认知方面多次出状况。近期，他就好几次在公开讲话中混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包括混淆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与已经去世的前总统密特朗，甚至连美国人都搞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在报道中强调，除了认知，拜登可能还受到关节炎的困扰，指出拜登多次在登上空军1号专机舷梯时跌倒对老年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据美国轴线新闻网去年的独家爆料，为备战大选，拜登团队甚至为他制定了一个确保不会跌倒的关键计划。这个计划很简单，就是制定了一个缩短版本的空军1号专用登机舷梯。其实，拜登的劲敌特朗普也仅比他小4岁，但特朗普多次在选举造势活动中讽刺拜登太老，并模仿拜登下舞台迷路的样子。There's a stair right there, right? Then he starts. The Secret Service always runs up, grabs him, and leads him off. 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11秒的视频，讽刺美国总统拜登年龄太大，不适合参加总统选举。视频以美国一家名为“天使来访”养老院的广告为背景音乐。视频中，拜登在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搀扶下，最终走进了这家养老机构。拜登则在2月27号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老牌脱口秀节目《深夜秀》上，也对特朗普的记忆力反唇相讥。How do you address that concern going forward as you come up to the 2024 election? Number one, you got to take a look at the other guy. He's about as old as I am, but he can't remember his wife's name. Yeah. And
number one. Number two, it's about how old your ideas are. Look, I mean, this is a guy who wants to take us back. He wants to take us back on Roe v. Wade. He wants to take us back on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that are 50, 60 years they've been solid American positions. 拜登还顺势抨击了特朗普此前威胁欠费的北约盟友的言论，称不少北约国家领导人怕得要死。I've known every major foreign leader for the longest time, and I know all these guys extremely well. They're scared to death what it means for them.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都因年龄问题遭到质疑，但两人在2月27号的密歇根州初选中，双双再次以大比例领先上分。位于美国铁锈地带的密歇根州，历来是大选关键的摇摆州，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党内初选。拜登在初选前强调，密歇根州将是决定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的5个州之一。特朗普则对支持者表示，赢了密歇根相当于满盘皆赢。在过去2次大选中，密歇根州在决定初选和大选结果方面发挥了关键一战的作用。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击败希拉里，为其走进白宫铺平了道路。2020年，拜登又在这一州险胜特朗普，成功入主白宫。但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的隐忧，认为密歇根州初选是对拜登选情的一次严峻考验，尤其是不少选民拒绝表态，这显示不少民主党选民无法苟同拜登政府处理巴以冲突的政策。The headline is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for Joe Biden here, around 80% of the vote. But that question of uncommitted, we were talking about some very particular places. That number one, places with large Arab American populations, large Muslim Ame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n number two, we've seen all sorts of activism on college campuses against Joe Biden's Israel-Hamas policy. So 此外，拜登的非洲裔选民支持率仍在快速流失。The black community are waking up. We can make our own choices, our own decisions, and that's what I love about Donald Trump. He let us make our own decisions. 在历届美国大选中，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任何一名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超过12%的非裔选民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在该州的非裔支持率仅为8%。前不久，在南卡举行的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击败了主场作战的黑利，以60%的支持率获胜，其中就不乏非裔选民的支持。特朗普的竞选之路其实更加不顺利，除了黑利不愿退出党内初选，带动共和党左翼的反对声浪之外，他还官司缠身。除了近期被罚款3.55亿美元，他还在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等3个蓝州因涉入2021年国会骚乱而被禁止参选。但也有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2月28号宣布，将于4月开庭审理特朗普涉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中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这意味着该案可能被拖延至大选以后。2月初，地方法院裁定特朗普不享有豁免权，可被刑事起诉。他随即上诉到最高法院。分析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整体策略是拖延时间，最好将案件拖到选举后，寻求赢得第2任期，以赦免自己，或通过任命亲信为司法部长来放弃对他的指控。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会2党上个月通过的一项短期支出法案的到期时间计算，联邦政府可能从3月2号开始面临部分关门。当地时间2月27号，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4名国会领导人就紧急安全支出法案召开会议，商讨为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并避免政府部分关门的相关支出。尽管危机在即，但2党仍然在有关乌克兰和边境问题上各说各话，不肯妥协。当天，五角大楼敦促国会尽快通过国防拨款法案。五角大楼发言人称，拨款法案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国防部有效履行职责。美国民众同样不满国会的工作。当地时间2月27号，国际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国会处理工作方式的认可度已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16名美国成年人中，只有12%的受访者认可国会处理工作的方式。
虽然遭受国际社会谴责，但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月29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取得全面胜利。内塔尼亚胡称，尽管国际社会施加给以色列要求停止冲突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会抵制这些压力。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被扣押人员，但现在判断临时停火协议是否会达成还为时过早。当地时间2月2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军正在为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开展军事行动做准备。加兰特称，以军目前已从收缴的计算机、硬盘、服务器等物品中获取了关于哈马斯的大量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将被用于摧毁哈马斯的相关设施。加兰特还表示，在哈马斯被摧毁之前，加沙地带的冲突不会结束，以色列只会在释放被扣押人员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地时间2月28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呼吁巴勒斯坦民众在3月10号斋月前前往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游行。以色列总理发言人当天对哈尼亚的说法表示批评，称以色列不希望看到事态如此发展，会尽一切努力保持冷静。此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曾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应该限制巴勒斯坦人在斋月期间前往阿克萨清真寺。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月28号，以色列战时内阁否决了本格维尔的这一提议。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月29号在上海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宋涛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关系向前发展。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夏立言代表中国国民党对夏津海域被撞渔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家属表达慰问，表示将推动尽快查明真相，妥善处理善后。此前，大陆派出包括晋江红十字会秘书长和遇难者家属在内的代表团与台湾海巡部门多次谈判，至今尚未达成共识。29号，双方1天之内展开了2场协商。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代表团与台湾海巡部门在6天内进行了9次协商，仍无法取得共识。多家台媒报道称，29号上午9点，双方代表重返吴江饭店进行第10次闭门协商。50分钟后，陆方代表率先离场，海巡部门负责人许敬之随后则率相关人员直奔上楼，双方均面色凝重，对于是否签署书面文件和抚慰金问题并未回应。当天下午4点，第11次协商紧接着进行。据台媒报道，这场会议仅持续30多分钟，相较于下午会议，陆方离场时表情和缓不少。台湾海巡部门的官员在陆方离场后，又就地开了超过2小时以上的内部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应该是针对双方讨论的内容跟上级汇报。至于侦办进度，金门地检署表示，目前案件积极侦查中，无可对外说明事项。岛内媒体27号曾披露，检方已确定两船有碰撞事实，因而全案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报道称，此案是否有刑责仍未定，但台海巡部门躲不过民事赔偿。据报道，金门当地检方此前查扣大陆渔船与台海巡部门巡逻艇，在现场验船采集证据时发现，大陆渔船左舷下方有一处明显撞痕，用肉眼即可看到凹陷处，连艇上的铁栏杆都被撞到倾斜变形。另在台巡逻艇右舷下方也找到一处撞击点，这与台海巡部门此前声称大陆渔船因蛇形巨减而翻覆的说法有明显出入。外界质疑，如果是大陆渔船想驶离现场，直接回到厦门是最快的方式，何必蛇形巨减？而这次验船果然发现了碰撞痕迹，显示双方船只有碰撞，证实了过度执法的存在。至于是一次碰撞还是多次碰撞，尚待更多证据来厘清。另据岛内媒体此前透露，台海巡部门正在评估以书面致歉代替公开道歉，以保存颜面。但台海巡部门巡防组长廖云红29号强硬对媒体矢口否认，他宣
宣称，目前客观证据显示海巡人员无疏失责任，所以没有规划书面道歉。对于这番说辞，有岛内网友形容为拗吧，也就是强词夺理的意思。还有人说，真相拿出来就可结案了，这样化简为繁，搞这么多天不累。外界注意到，一名台海巡部门匿名高层还宣称，目前金门海巡艇有16艘，如果不够用，将派其他区域的大船过来支援。在整个事件的一个舆论上，我们看到岛内民进党方面也是非常极端的采用这种所谓的反中民粹的操作，试图想把这样一个问题引向这样一种舆论的这种民意的一个对抗。在这个问题的善后上，也是做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诚意一直在试图去以拖待变。针对214恶性撞船事件善后事宜未达共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在例行发布会上称，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台方应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半个月，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的歉意。在事件真相方面，民进党当局隐瞒、撒谎、误导、前后矛盾，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岛内不少人士也敦促台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不仅台海巡部门处理方式备受批评，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也因不断发表错误言论遭到指责。事件发生后，在没能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交代的情况下，管碧玲先是同一些台湾政客一起炒作所谓越界问题。有关言论被大陆反击后，他发文称台海巡部门必须守护所谓限制水域，还搬出金门相亲作为挡箭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此后，管碧玲又编造多个谎言，并宣称事件发生时未录像，被广泛质疑。今天你为什么被人家骂？你都不去检讨吗？不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危机发生之后的处理荒腔走板吗？一开始最早的时候要掩饰真相，你就是避重就轻，就是在怕嘛。然后最后追到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录影设备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最严重的嘛。所以对岸才会讲说，你看你的录影设备，他们不相信没有录影设备，说不过去嘛。然后再来就是到现在为止不愿意道歉，所以难怪这个事情会越拖越久嘛。我觉得这个都是管碧玲的问题啦，你应该好好的反省，而不是一直看别人怎么讲你啊。多家台媒注意到，国台办28号点名批评管碧玲冷血。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歉意、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极为冷血，为人不齿。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214恶性撞船事件持续延烧，新党主席吴承典29号下午赴台监察部门提交文件，要求弹劾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和海巡部门负责人周美武等人，谴责他们的行政怠惰和管教不当。吴承典说，这次事件因有台独意识的民进党政府领导介入，火上加油，才让此事闹到不可收拾。面对此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情理优先，死者为大，就会让整个事件降温。这个事情呢，不能把它政治化，这个事情呢，一定不能把它变成情绪化，变成两岸的这个对立。我们台湾跟大陆，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怎么可以对立到今天这个程度呢？